高达中的新人类、调整者、变革者有什么区别？谁又更强呢？高达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很多系列的作品了，其中呢 UC、SEED、00算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3部。而这些作品中呢，都存在着一些与传统自然人不太相同的人群。很多人呢，不能说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吧，就连名字呀可能都记不住，经常会出现 SEED 中的新人类或00中的新人类的说法。虽然呀，你要说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倒也没错，可定义上呢，确实还是有些差异的。建议啊，还是把新人类一词当做 UC 宇宙的专用词，以免啊出现理解偏差。那么接下来呢，正题开始。首先来说 UC 宇宙的新人类 New Type，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NT， 他们是旧人类 Old Type OT 上宇宙以后，随着对宇宙环境的适应，以及自身一些心境与思维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演化，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变异啊。广泛意义上来说呢，在宇宙空间有一定空间感知能力的人都可以视为新人类。像白色基地上的船员们就有不少觉醒了 NT 能力，只不过啊 NT 与 NT 之间亦有差别，像米莱就属于相对初级的 NT， 塞拉是较高级的 NT， 阿姆罗呢则是顶级 NT。NT 除了会觉醒空间感知能力，还能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这个能力啊，小到可以用于机械维修，大到可以快速透析未知事物的原理或理解他人的理念。了解变革者的朋友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很熟悉是吧？这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吗？确实是。不过呢，变革者的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另外呢 ，NT 还会有相当高的感知能力。注意我的用词啊，是感知能力，并不是预知能力。预知是指我知道一个既定的未来，而感知呢，是只是对某个即将发生的事儿有强烈的预感，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在设定集里边有明确指出 ，NT 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至于有些剧中的表现，我们可以视为是 NT 中的超能力者或者平行宇宙吧。当然了，说是万代吃书也没毛病啊。这种强力的感知能力，其实呢是源于 NT 强大的脑电波，能够提前接收到一些电波信息，就有了些许预知未来的效果。而新人类这种强大的脑电波能力呢，除了可以在战斗中电光一闪规避风险，还可以用于浮游炮武器的使用，以及宇宙男女鬼的形成。是的啊，宇宙男女鬼啊，其实就是 NT 强大的脑电波的残留，你们理解为是执念也不是不可以。具体的新人类的设定呢还有很多啊，我之前的视频有详细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里啊就大概说一下，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调整者。如果说 NT 是人类上太空以后的自然演化，那调整者啊就是人类为了上太空而人工改造出来的科技产物。无论调整者的父母对调整的诉求是外貌还是智商，调整一定的空间感知能力都是调整的必选项。举个例子啊，在 SD 高达 G 世纪中，就算是美玲或者是密涅瓦上飞鸟的小伙伴，他们啊也是有觉醒值的，而且呢是自身有一定的基础觉醒值。调整者的技能呢还要另加觉醒值，这个觉醒值啊在游戏中代表的就是各个宇宙的空间感知能力。想要使用浮游炮类的武器，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觉醒值的。而相反呢，像卡加利这样的自然人，大多数啊都是没有觉醒值的，只有像木叔他们那样的基因带着空间感知能力的人才能使用浮游炮类的武器。而卡加利呢，倒也是有一个可以获得空间感知能力的方法，那就是爆 SEED。说起来啊，整个 SEED 证据中，爆 SEED 的自然人啊，也就卡加利一个。要知道卡加利与吉拉不同啊，吉拉是胚胎阶段就被从母体中取出来，单独培育的，而卡加利是在母体内古法酿造的，没经过任何调整的。这也间接证明吉拉和卡加利的父母的基因啊肯定是相当强的，让儿女都获得了珍贵的 SEED 能力。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调整者无论是空间感知能力还是 SEED 能力，我都会把他们与自然人联系起来。没错啊，调整者所有的能力以及数值都是根据自然人而来的。如果说呢，自然人没有空间感知能力，那么科学家也造不出有空间感知能力的调整者。如果没有持有 SEED 能力的自然人，那这部剧啊也不会出现任何爆 SEED 的场面。因为啊，调整者所有的能力都是继承于自然人的。你可以把短跑冠军的基因与顶级科学家的基因缝合到一起，生出一个又能跑又会算的调整者，但你无法制造出一个比自然人天花板更强的调整者。这就是架在调整者身上的一个沉重的枷锁，他们无法像人类一样在怀胎时靠着基因变异获得某项基因能力的突破。比如说啊，自然人中诞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假设他是当时人类智商的天花板，那么当你在生产调整者时，无论你花多少钱，你也就只能获得一个智商是爱因斯坦水平的。虽然它可以生产成千上万个爱因斯坦，却无法像自然人那样有朝一日会生出超越爱因斯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调整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通过不断繁衍后代优化基因。调整者一旦生育超过2代，出生率就会急剧下降，只能通过基因匹配的方式分配婚姻来繁衍后代。这也是为啥拉克斯他爹会说调整者没有未来，一个种族无法传宗接代，无法正常演化，
它还有什么未来呢？顺带一提哈 ，C 的宇宙也是没有聊天室的。根据官方的解释，像弗雷死后的影像，其实呢是吉拉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是像 UC 那样的宇宙女鬼原理。更多调整者相关的详细设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哈。最后咱们来说说变革者。变革者严格来说分为纯种变革者以及拟变革者。纯种变革者是长期沐浴在真因粒子中而逐渐形成的，这个形成的速度啊，也与每个人的思想水平有关。也可以理解为啊，每个人的悟性都不一样。而拟变革者呢，则是人造产物，他们诞生的目的啊，就是担任微大移动终端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引导人类产生纯种变革者。在过去的视频中啊，我们说过，00系列是万代当时呕心沥血及各系列所长而制作的一部作品，所以在00的设定中呢，你可以看到当时几乎各个高达系列的影子。变革者呢，就是如此，它和 UC 新人类一样，可以开聊天室，可以提高空间感知能力，也可以像 C 的一样延长寿命。只不过 C 的呢是通过基因调整的方式，让基因拥有对病症更强大的免疫力，从而延长寿命以及强化身体素质。而变革者呢，则是直接把人类寿命延长了2倍，并通过基因粒子不断刺激，让肉体更加强健。要说变革者最擅长的还是聊天室方面的技能，最典型的呀就是拟变革者的光盘眼，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脑量子波进行沟通，也能随时与微的连线，但缺点是他们必须与微的相连，才能够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相当于啊微的是服务器，他们离开了服务器就无法沟通。而纯种变革者则不一样，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建立局域网，绕开服务器畅聊，也正是通过这种局域网的聊天室方式，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目的。同时呢，变革者还有更高的大脑运算能力以及接收信息的带宽，这也是为什么一定需要纯种变革者来与外星文明沟通，而不能是拟变革者。在接收和处理大量信息时，纯种变革者是必须的硬件设施，而拟变革者呢，则可以担当协助者，对信息进行辅助处理。另外啊，变革者还有一个逆天的能力，那就是增加 G 因粒子的释放量，这个呀就有点唯心主义了。同样是太阳炉系统，放到一般人手上，系统啊就无法正常运行；放到变革者手上就能够运行。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00高达启动的那一幕。ここにはオーガンダムとエクシアと俺がいる。是不是有点超级系的味道了？当然了，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 UC 宇宙的 NT 能力。卡缪也可以通过生物传感器让自己的脑电波发挥出更强大的效果，比如40米的大刀或者是定身术。那么总结下来啊，新人类是一种人类进入宇宙后自然演变的结果，拥有超强的预感、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能力、一定的空间感知能力，以及释放更强的脑电波的能力。更可怕的是啊，新人类的能力还会不断进化。最典型的例子呀，就是从傅爷手下的最强 NT 卡缪到大文豪笔下的可能性之兽八上帝，你就说进化快不快吧？而调整者呢，则是一种人造产物，从出生那一刻起，所有数值啊都是既定的，除了有着相当空间的感知能力以外，剩下的呀就是看揉了多少自然人的优秀基因了。比较变态能力反而是剧场版里边新增的那些，目前设定还太少，咱们呀就不展开讨论了。最后是变革者，虽然能力上是集大成者，但他们最擅长的呀还是开聊天室，且发展方向呢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是太空旅行。综合下来看啊，还是 UC 宇宙的新人类更强，其次呢是为人类谋求生路的变革者，而调整者说实话啊，也就是比各个高达宇宙的强化人强的有限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让你选出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5位女配角，你会选谁呢？事先声明啊，本视频为 UP 个人心目中的答案，并且啊条件限制在中国这片大陆上，以及尽可能的照顾到国内的热门作品。如果你有自己的排名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至于为什么是女配角而不是女主角，当然是因为配角争议少一些啊。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正片开始。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5名，王流美。这个角色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啊，就这一个回眸，基本啊就足够让所有男人记住她了。这个角色在当年有多火呢？就这么说吧，她当年在某些有颜色的网站里面，本子数量常年是霸榜第1的。观众们投票最喜欢的女角色是要用脑子投，那要考虑的肯定是很多的。可在看本子时呢，那就是用下半身投票了，这是实打实的不会骗人的。而且呢，王流美还有一个中国人的 buff， 这集团大小姐每集出场啊都会换身衣服，换谁顶得住啊？可你要说这个角色除了充当花瓶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取之处吗？想了想啊，那还真没有。第1季的时候啊，就是充当一个串联剧情的角色，给天人组织的财力啊背个
书，给情报渗透能力说个明。第2季呢更是纯纯的工具人，整天念叨着我要改变，我要看到世界的改变，我要大变，可到底要变成啥样却只字不提，仿佛就是一个纯粹为了跳反而编造的理由，让人觉得这个角色存在的本身都很迷惑了。这时有人说了，就这一个花瓶角色凭什么入选？那我觉得就是他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高达角色花瓶的极致。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4名，卡莲约书亚。08MS 小队作为我最喜欢的高达作品，里面太多的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为数不多的女配角中，卡莲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她就是那种标准的部队女兵的形象，身材高大魁梧，说话爷们儿气满满。作为陆战部队的老兵，她倒并没有像刻板印象中那样会对新来的队长侍郎发难，也没有嘲笑队长在热带雨林作战还要穿航空作战服。相反的无论是各种常规检查或是战时需要注意的点，都会尽心尽力的提醒侍郎。队长出去泡妹子的时候，卡莲也会把队伍带得好好的。这要是换一个喜欢霸凌的痞子兵，侍郎这次上任高低得整一个心理阴影出来。不过卡莲作为驾驶员的表现相对就比较薄弱了，尤其是在被龟爸爆头以后，顶着吉姆头的卡莲机那呆萌的感觉更是一看就让人想笑。甚至对于没有看过08小队的人来说吉姆头陆战高达可能比卡莲这个人本身还更有知名度一些吧。要我说的话卡莲这个角色最有意思的是，虽然看起来5大3粗的一股假小子味儿，剧中呢也没有特别给他什么美颜镜头，但就是莫名的看多了还感觉挺有女人味那种。跟艾莉多亚的小感情戏看的还是挺让人津津有味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这个角色印象会如此之深的原因之一吧。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3名，玛丽达·库鲁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12妹作为独角兽这部作画精美的 OVA 中开场的炫技担当，大青椒与桀钢队长的这番激战，为2台机体积累的人气，比某些 gay 里 gay 气的机体反复出场都来得直接。对比没有机会露脸的桀钢队长，作战时沉着冷静，战前习惯性管舰长叫 Master 的12妹，更是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而除了这些战斗场景下的刻画，玛丽达最吸引我的就是她那温柔邻家大姐姐的形象了。与过往的被过度调整的强化人不同，玛丽达的情绪可以说是超稳定，绝不会出现突然说话不知所云，或是精神状态飘忽不定的情况。那个丘尼不算我说的是女强化人。看看这让人安心的臂力，瞧瞧这标准的3-5表情，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巴纳吉问他是不是也要搭上 MS 时，他的回复是新人类不够了，就由强化人来填补。当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时候，一个为战场而生的反复被洗脑利用的战争工具，反而对战争的思考更加深刻。可见有一个优秀的领路人是多么重要了。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2名，雷蒂安。这个角色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毕竟在中国看过 W 的本来就不多，但 UP 恰好是 W 入坑的，所以对这个角色印象特别深刻。作为在剧中前期专门对抗主角团的战线负责人，此时的雷蒂安时刻盘着头发，戴着眼镜，声线低沉，手段恶劣，可以说呢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恶女形象。所以小时候我看高达 W 的时候一开始对她印象特别差，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眼镜的角色，双层 buff 叠加了属于。然而呢，到了剧情中期，突然不知哪蹦出来一个长发飘飘大美女，我定眼一看，哎呦，这不是雷蒂安吗？这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只是改了一下发型，摘下眼镜，说话语气温柔点，这变化就如此之大，不愧是托帅看中的女人当然了 ，W 作为一部高达舞台剧，肯定是不会只让雷蒂安变个外貌那么简单，她连性格甚至是思想都变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装的，结果后来发现他居然在面试特洛瓦时，直接被对面戳穿老底，给干破防了，一副什么我们居然是这样的组织的表情。不过也因此，他开始从粗暴的执行脱帅的任务，开始变得真正理解脱帅了。随后呢，也将自己执行任务时的反应与爱好和平的思维融合。没错，开玩笑的与阿雷相反，雷迪安最后的选择是在完成人格的融合以后，他也与主角团成了同路人，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1名，夫雷阿鲁斯塔。排第1的这里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选哈曼萨，但我又一直犹豫哈曼到底算不算配角。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还是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夫雷吧。毕竟要论高达剧中女配角的存在感，真没有几个能比夫雷更强的了。
傅雷这个角色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高达 C 的前半戏少了他都拍不下去，他一个人啊就兼顾背景交代、剧情推进、意见冲突、男主成长以及我们的青春期导师等数个职责。尤其是他那双黄丝袜啊，更是走在潮流的前列线上。作为承包了高达 C 的狗血剧情70%份额的存在，傅雷一切行为啊都可以用作妖来总结。每当剧情有点风平浪静的征兆时，他都要跳出来甩几个技能，给吉拉和观众们上上强度。也正是因为傅雷的这一特征，很多人会说啊，如果没有傅雷，说不定大天使号都走不出沙漠。或者说啊，要不是克鲁泽最后手贱点爆了傅雷，是不是吉拉就得被克鲁泽压制到死？总之啊，傅雷在吉拉心中，别管说是情愫还是愧疚吧，反正啊，他占据的那1亩3分地，吉拉是没有那么容易给挪走的。而且呢，傅雷算是整部剧中人物成长最明显的角色，从前期口无遮拦大小姐，到后来黑化的魔杖人，再到最后看开一切，想要与吉拉把话说开，这么个初期惹人厌的角色，在人物描写方面啊，却是相当可圈可点的，甚至可以说是 C 的众角色中相当立体的一个了，这也是他令人难忘的原因之一。以上呢，就是 UP 个人总结的5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达女配角了。大家有什么自己喜欢的角色，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